毕业证拿到手上的一瞬间，我的青春突然就结束了。就业、婚姻、父母的健康、我的未来，这些原本不相干的事情，毫无征兆地涌入我的生活，打得我措手不及。一下班躺到床上，我忍不住拿起手机，翻开我的相册。这一刻，我只想逃回回忆里。小时候，我喜欢看泡沫剧，认为我的大学生活就应该是和好看的人谈恋爱，兼职赚很多钱出去旅游，每学年考第一，次次拿奖学金。可泡沫剧没有告诉我，越好看的人越难交心，兼职太晚回学校会被困在校门外。和更优秀的人比，你啥也不是。但这都是青春该有的样子吧。每次看到手机里存的这些画面，我的内心都会热血澎湃。正是这些画面让我的青春显得那么真实。但青春就那么几年，过了也就过了。时代一直在进步，如果说不会变的是每一代人的责任与使命，那变化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完整的记录下属于我们的青春。5句青春，美好如你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想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，画一个人人都不会说话的世界，因为我讨厌有些人在我身边发出的声音。你这样怎么成功？画家可没一个你这样的。起初我并不在意的，但越来越多声音出现后，我也就信以为真了。于是我开始学习画家们的一切行为、一切经历，甚至是生活。我尝试过面壁，锁住双手，而后又开始给石头涂上白色，再一一对齐它们。又或者坐在高处烦恼。小时候踩着自己的影子玩，没想到长大了却是追着别人的影子跑，跑着跑着，原来的我也跑丢了。烦恼时我就去江边散步，但我到达第96盏路灯的时候，我就会停在那里看看风景，并不是因为风景多好看，而是我觉得我成功的走了很远。可今晚那盏路灯就在前方，我却不知道到底是该学着毕加索的样子走过去，还是齐白石，还是梵高呢？8点钟，小时候的8点钟呢，是吃妈咪做的爱心营养早餐时间。可现在的8点钟是无情老板规定的上班时间。没有人会喜欢现在，过往总是比当下更迷人。所以我决定拟定一个回到以前计划。我开始学着小时候的样子。现在就只差一件事，吃到妈咪的面条。可是我距离妈咪521公里，我可不想吃寄过来的面条坨坨。于是我寄希望于自己做的意面上。虽然不是妈咪的味道，但包裹着番茄酱汁的意面接触到舌苔的那一刻，我的味蕾产生了极大的愉悦感。原来我自己也能做出不错的早餐。可奇怪的是，我还是留恋小的时候。明明现在过得也不错，可以随意干任何想干的事，吃任何想吃的东西。也许让我留恋的并非是小时候的美好，而是我再也无法回到小时候的遗憾。当我懂了这个道理以后，我想我更应该珍惜现在了，因为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也许我也会留恋现在早起上班独当一面的日子。感知力是一种奇妙的东西，从小我的感知力就很弱。别人看着电影满脸激动，我在旁边两脸懵。他们总爱哼唱的音乐，无论如何我也没有兴趣。朋友们对自己的脸高谈阔论，我觉得我们已经渐行渐远了。这让我这个只有18岁的小朋友心中充满了大大的问号。感知力强的世界是什么样呢？基底的感知力就很简单了，一瓶娇韵诗双萃精华就搞定，细胞与细胞间更紧密的协作，肤质问题有所改善。基底感知力被解决后，接下来就是内在感知力了。要想感知到更多情绪，就必须得有更多经历。于是我努力把自己最真实的内心给更多人看。果不其然，背叛、欺骗、绝望、伤害很快就出现在了我的生命中。我原以为内在感知力和基底感知力一样，都会带来好的结果。可内心的感知力越强，所感受到的痛苦也越来越强。看个电影，听首音乐，竟然开始流下又咸又涩的泪水。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，所以我试着把自己感受到的情绪做成视频，写成日记。
毕竟敢直面痛苦，与痛苦侃侃而谈的人，才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呀。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在双标，妈妈嘴上说着你终于长大了，不用我操心了，却还是总发一些有的没的文章。这天我来到了已经2个月08天没去过的拳馆，只不过这一次我拿起的不是拳套，而是纸和笔，因为我的教练是个著名的双标怪，同时也是拳馆的老板。教练的拳头很重，特别重，重到沙包都忌惮他30分，但递传单的时候很轻，特别轻，轻到路人拍一拍就掉了。一向对自己身材严格要求的他，却在有客户的酒桌上胡吃海喝。年少的他会因为不讲道理的争吵出拳，可有天房东过来胡搅蛮缠的收租，你他妈有本事去别的地方开啊，涨了就涨了，臭打拳的。于是他攥紧了拳头，狠狠地挥向了沙包。这次他还是双标了，我笑着说他老双标怪了。为了生活嘛，你不也是吗？哦，你这个反问，我并不是在博取你们的同情，我想说的是，生活这2个字拆开就是生存和活着。真的往上。为了生存而活着，并不可耻。我为我们的双标感到光荣无比。828人气小店，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。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。想要坐起来看一本书，但创姥姥抓住了我。无聊的周末，我怕是就要这么一直躺下去喽。唐宁是去年5月来到我身边的，他从一只小可爱成功被我养成了猥琐大叔。他只要饿了就会往我腿上蹭，可以说我这块秃掉的腿毛唐尼有很大的功劳。看着唐尼单一的食谱，我知道自己该买点罐头了，但看了看账户余额，我觉得唐尼还是应该减肥吧。法案通过。其实一直到今年夏天，他都没有吃过罐头，我一直很愧疚，不能给他别的猫都有的。他很乖啊，从来没有抱怨过，只是一直想离家出走而已哦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赚了点钱，给他买了很多很多好吃的，不自觉的就想给他更好的物质生活，就像爱上了一个人一样。但我不要求他好看、能赚钱、有趣、会说话、逗我开心，我甚至不要求他也爱我。这份感情没有冲突，没有撕心裂肺，没有变故，让陪伴更长久，是我对这份感情最大的期望。我想弄清楚关于这个世界的很多事，因为左右们都嫌我幼稚，最后都离开了我，他也是。听说神明是无所不知的，于是我便去问神明，神明啊，怎样才能变得成熟呢？神明说，哦，瞧瞧你这该死的想法，我愚蠢的宝贝，我知道你想变成熟，只不过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永远陪着你的人，对吧？神明告诉我，只要一直往那个方向走，就可以找到一个会一直陪着我的人。于是我便到处找寻，可人们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，没空搭理我。我只好去问树先生。Hello 啊，树先生，你能永远陪着我吗？又跑去问于小姐。于小姐，你能永远陪着我吗？我开始怀疑神明是不是在骗我。正当我要放弃时，一面闪着光亮的镜子吸引了我。看来神明说的就是他。操，原来能永远陪着我的只有镜子先生啊。